宇宙的运行遵循着某些深刻而又异常隐秘的法则。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在某些时刻，你会强烈地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些事情早已注定，人与人之间有些无形的连接根本无法斩断。有时候，你脑海中仅仅闪过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念头，它竟然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终彻底改变了某件事情的走向。这一切绝非简单的巧合，也不是你大脑产生的错觉，其背后其实都指向了一个足以颠覆我们现有世界观的底层逻辑，那就是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度的量子纠缠。这种底层力量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普通人的认知极限。我们首先来探讨第一个维度，感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体验到的一切，你眼前的所见，耳边的所闻，内心的所感，其实全都是你的意识与这个世界发生深度量子纠缠之后的产物。世人普遍活在一个未经审视的假设里，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双眼看到的世界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绝对客观的存在。所谓眼见为实，似乎是一条毋庸置疑的钢铁真理。然而，你有没有停下来认真思考过，我们的双眼和双耳真的能够捕捉到那个未经过任何过滤的完整而绝对的真实吗？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场景，当两个人在硅谷的同一间咖啡厅里，看着窗外同一条街道上匆匆走过的人群，一个人看到的是残酷的竞争，生活的高压，令人窒息的节奏，他感受到的是深深的压抑与焦虑。而另一个人看着完全相同的街景，他看到的却是无数尚未被满足的需求，是巨大的商业潜力，是生机勃勃的创造力。街道本身的物理状态没有任何改变，改变的是这两个观看者内在的心理状态，是他们过去的经历，他们当下的信念，以及他们与这条街道所发生的完全不同性质的量子纠缠。我们常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很多人以为这仅仅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光环效应，但实际上它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用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与外部世界进行着感知上的量子纠缠。你的内在是什么样，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这与物理学领域那个著名的双缝实验所揭示的原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那个实验中，微观粒子在没有任何人去观测它们的时候，呈现出一种无限可能性的波的形态，它们仿佛可以同时穿过两条缝隙，存在于一种模糊的概率云之中。可是，一旦科学家架设了仪器，试图去精确地观测这些粒子究竟穿过了哪一条缝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粒子的状态瞬间发生了坍缩，它们立刻从无限可能性的波变成了具有确定位置的实体粒子，仅仅老老实实地穿过其中一条缝隙。这个实验一次又一次地向人类证实了一个震撼的核心结论：观测这个行为本身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被观测对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被观测对象的最终现实状态。如果我们将这个微观世界的物理法则投射到我们的宏观生活中，这就意味着你的意识绝对不是一个只能被动接收外界讯息的机械镜头，你的意识是一个极具能量的主动参与现实塑造的创造者。你如何去注视这个世界，你向外投射了什么样的信念和焦点，你就在无形之中与外部的资源、人脉、机遇发生着量子纠缠，并共同塑造着你所经历的现实。如果你在听到这里时，内心已经感觉到了一丝触动，或者这份讯息与你当下的生命状态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共鸣，我希望你能为这部影片按个赞并订阅这个频道。同时，我非常真诚地邀请你在评论区留下这样一句话：我愿意清空旧的认知，重新观察并创造我的现实。这是你对自己潜意识下达的一道清晰指令，让你在世界中锚定了你想要改变的决心。每一次真诚的留言都是我们在思想维度上的一次深度交汇，这种力量会在无形中支撑着你接下来的每一次行动。你的感知就是你的意识频率与外部世界碰撞后的显现。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选择性注意，它非常完美地佐证了这一点。
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极度精密但带宽有限的处理器，它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天文数字般的资讯流的轰击。但为了防止系统崩溃，我们能真正进入意识层面的资讯，仅仅是其中微小的一部分，剩下的绝大部分资讯去哪儿了？它们被我们的大脑自动过滤掉了。而大脑过滤资讯的唯一标准就是你内在的信念和你当下的关注点。你选择了与某些资讯发生强烈的量子纠缠，同时彻底无视了其余的全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你在生活中突然开始关注某个特定的事物，比如你妻子怀孕了，或者你刚买了一款特定颜色的新车，你会突然震惊地发现，怎么大街上到处都是孕妇，怎么满世界都是跟你同款同色的车？难道是世界在一夜之间为你改变了吗？当然不是，世界还是那个世界。那些孕妇和车一直都在那里，改变的仅仅是你的意识焦点。你从过去的对他们视而不见，变成了现在的主动与这类资讯发生感知量子纠缠。接下来我们深入探讨第二个维度，认知。如果说感知是你收集世界积木的双手，那么认知就是你如何搭建这些积木的图纸。你的思维模式，毫不夸张地说，就是你命运走向的建筑蓝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人陷入一种痛苦的循环，他们总是感觉自己被困在相似的生命困境里无法脱身，或者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吸引着同一种类型的人和事进入自己的生活。这种看似被诅咒般的宿命重复，其真正的根源往往深深地隐藏在他们从未察觉，也从未去主动修正的认知量子纠缠之中。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在这个社会上，有些人自身的客观条件明明非常优秀，工作努力，心地善良，但他们却总是在亲密关系中遇人不淑，每一段感情最终都以极度消耗和惨痛失败告终。如果你只是听他们抱怨，你会觉得他们运气太差了。但如果你仔细去观察和拆解他们的交往历史，你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他们所吸引到的伴侣，尽管在长相、职业、家庭背景等外在条件上各不相同，但这些人的内在核心行为模式却惊人的一致。比如他们可能都有着极度强烈的控制欲，或者都具备情绪极度不稳定的特质。这绝非命运的捉弄，也不是简单的巧合，在哲学和心理学的交叉视角下，这是一种完美的自我应验预言的展现。当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可能因为童年的某种经历，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或者坚信自己注定会被抛弃，他的潜意识就会变成一个忠诚的执行程序。这个程序会在他与人交往的每一个微小瞬间发挥作用。他的肢体语言，他面对冲突时的退让，他下意识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会散发出一种特定的能量频率。这种频率会在不自觉中一步一步地将原本可能正常的感情推向那个他潜意识里早就预设好的失败结局。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意识与失败不配得这些负面概念的量子态发生了极度深度的量子纠缠，最终他内在的认知毫无悬念地变成了他外在真实的命运剧本。我们再来看看金融和财富领域，穷人思维与富人思维的根本差异是认知量子纠缠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财富的本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大众严重误解了。很多人以为富人和穷人的区别仅仅在于银行存款那个数字的大小，但这其实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差异在于一种根深蒂固且不断自我强化的认知模式。一个长期被匮乏认知所量子纠缠的人，他构建世界观的核心基石是资源是绝对稀缺的，别人的获得就意味着我的失去，机会是有限的。基于这种认知底色，他在职场和商业中的行为模式必然会倾向于极度的保守、疯狂的内卷以及不计代价的规避一切风险。他不敢去学习新技能，不敢去尝试新事物，因为他害怕失去现有的那一点点安全感。而恰恰是这些基于恐惧的选择，进一步彻底锁死了他创造增量财富的可能性，从而在现实中不断地印证和加强他最初那个资源匮乏的信念。这就是一个不断向下坠落的认知死循环。反之，
一个真正在精神上与丰盛概念深度量子纠缠的人，他的世界观完全是另外一套逻辑。他深刻地理解财富是一个正和游戏，他相信机会在时代的发展中是无限衍生出来的，价值是可以凭空创造并不断放大的。即使面对行业寒冬或者巨大的挑战，他的大脑机制也不会立刻进入防御状态，而是会在混乱中去寻找新的结构性机遇。他的思维模式就像是一个敏锐的雷达，让他更容易在嘈杂的环境中识别并抓住那些能够产生复利效应的财富流动。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不仅仅是心理学上的抽象概念，在现代脑科学的研究中已经找到了确凿的物理学证据。脑科学告诉我们，当我们反复去思考某一个想法，或者持续重复某一种行为时，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之间就会建立起越来越强韧的连接，形成所谓的神经通路。你可以把这些通路想象成大脑内部资讯传输的实体高速公路，你走得越多，这条路就越宽广，越顺畅。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大脑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沿着这些固有的路径去思考和行动，以节省能量。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在抱怨、在嫉妒、在担忧，你就是在不断拓宽你大脑中那条走向痛苦和失败的高速公路。你的思维模式和你的核心信念正在极具破坏性的在物理层面上重塑你的大脑结构。你的认知不仅与你的心理有关，它已经与你的生理结构发生了实实在在的不可分割的量子纠缠。你对事物的看法最终改变了你大脑的物理连线，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的认知边界就是你现实世界的绝对边界。你永远无法赚到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你也永远无法拥有你认知维度之上的生活。在民间被许多人过度神化甚至误解为玄学的吸引力法则，其实如果你剥去它那些过于夸张的包装，它的核心思想与我们今天探讨的认知量子纠缠原理是高度相通的。你的思想绝对不是在真空中消散的无用之物，它本身就是一种携带了高度特定资讯的能量振动。这种振动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会持续不断地向你周围的环境发出信号，并在人群中筛选吸引着那些与你能量频率产生共振的人、事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优秀的人总是扎堆出现，为什么抱怨者总是和失败者聚在一起。你头脑中的所思所想，无时无刻不在与外部世界发生着深刻的多维度的量子纠缠。正是这些日积月累的量子纠缠，犹如一根根无形的丝线，正在悄无声息地共同编织着你未来的现实网络。现在，让我们跨越感官的局限，进入第三个更为宏大且深刻的维度——存在。在这个维度里，我们要重新审视时间与生命的关系。长久以来，我们被现代工业社会高度统一的教育体系所规训，习惯性地将时间看作是一条单向的、绝对匀速且不可逆转的直线。在这种线性时间观里，我们认为过去已经彻底死去，未来还停留在虚无缥缈的虚幻之中，只有眼下这个滴答作响的当下才是唯一真实的。这种为了方便安排工作进度和火车时刻表而发明的时间概念，虽然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但如果从一个更高、更接近宇宙本质的哲学维度来看，这种绝对线性的时间观本身极可能是一种蒙蔽了我们双眼的巨大幻觉。你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根本不是像排队一样线性排列的独立片段，它们在一种深邃的能量层面上早已紧紧的量子纠缠在了一起。在东方深邃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关于事物发展因果链条的论述，也就是很多人常听说的那个关于行为反作用力的概念，其深层含义远远超出了世俗层面那种简单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劝导。它揭示了一个冷酷且严谨的宇宙运行法则。你过去在生命长河中产生的所有行为，说出的每一句话，深思熟虑的想法，哪怕是你在某个深夜独自一人时脑海中闪过的一个微小的恶念或善念，都不会凭空消失，它们全都在你个人的能量信息场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你可以把这些印记想象成一枚枚被深埋在土壤里的种子，
这些种子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死亡，相反，它们会跨越世俗定义的时间跨度，在黑暗中持续地积蓄力量，不断地影响和塑造着你现在的思维方式和未来的境遇。当外部的条件一旦成熟，它们就会在某个看似偶然的时刻突然破土而出，开花结果。这种跨越漫长岁月，将过去的因与现在的果紧密相连的现象，正是一种跨越了时间维度的深层的存在量子纠缠。它提醒我们，生命是一场庞大的复利游戏，你今天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你过去无数个微小选择的积累，而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又在疯狂地为你未来的命运写下代码。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现代量子力学的前沿研究，你会发现物理学家们所揭示的真相同样令人震撼。量子纠缠现象中那个违背直觉的非局域性特征，从根本上直接挑战了人类几千年来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固执认知。科学家们发现，当两个微观粒子处于量子纠缠态时，无论你将它们分开多远，哪怕一个在地球，另一个在宇宙的另一端，它们的状态依然是瞬间相互关联的。当你对其中一个粒子进行测量，改变其状态的瞬间，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就会在同一时刻发生相应的改变。这种诡异的相互影响，其传递速度甚至超越了光速的限制，完全无视了空间的距离。这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学实验室里的奇观，它深刻地暗示着，在我们所能感知的这个三维宇宙的更深层面，绝对存在着一种完全超越线性时空框架的连接方式。万事万物在底层的源头处从未真正分离过。现在，让我们做一次大胆的思维跨越，将这个原本属于微观物理学的概念，直接扩展到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宏观生命体验中。请仔细体会接下来这个观点：我们每个人在生命长河中每一个存在瞬间的量子态，那些快乐的、痛苦的、觉醒的、迷茫的瞬间，都极有可能与过去的自己以及所有潜在的平行宇宙中的未来自己存在着某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形式的量子纠缠。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但只要你回望自己的生活，你就会发现这种量子纠缠无处不在。你当下的性格特征，你面对压力时是选择逃避还是迎难而上，你在与人沟通时是充满防御还是坦诚相待，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你生命早期的经历，尤其是童年时期的环境所死死塑造的。一个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情感忽视或暴力创伤的人，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20-30年，即使他现在已经拥有了光鲜亮丽的社会地位，但那些未被治愈的创伤印记依然会像幽灵一样深刻的、病态的量子纠缠着他现在的亲密关系和日常的人际互动。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瞬间激活他大脑中的警报系统，让他做出过激的反应。而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得到了父母充分的、无条件的爱与信任，这份爱就会化作他生命底层的巨大能量储备。无论他以后在社会上遭遇多么沉重的打击，这份能量都会支撑着他，让他始终保有对生活的美好期许。这正是你过去的生命状态在毫无保留的、持续不断的量子纠缠着你现在的生命状态。正如伟大的爱因斯坦在晚年时曾留下过一句充满哲理的感叹，他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对于我们这些物理学家来说，仅仅只是一种顽固而持久的幻觉。既然时间是一场幻觉，既然因果是相互量子纠缠的网络，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普通人来说，破局的关键到底在哪里？答案其实非常明确，若想在无数可能的未来中精准地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更加自由的未来，你就绝对不能再把精力浪费在对过去的懊悔或是对未来的空想上。你必须从现在，从眼下这个你正在呼吸的当下，也是你唯一能够真正掌握的力量点开始，着手去敏锐地觉察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因为你当下做出的每一个微小的选择，你对待手头工作的态度，你对待家人的语气，你面对诱惑时的克制，全都在这无垠的宇宙信息场中，
为你所有可能的未来播下了一颗又一颗蕴含着不同因果的种子。你必须对自己当下的每一个念头负起绝对的责任。顺着这个逻辑，我们自然而然地来到了需要被重新审视的第4个层面，也就是关于因果与自由意志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无比珍视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固执地相信自己每天都在做着自主的决策，相信自己是命运的绝对掌控者。我们觉得今天吃什么、和谁结婚、选择哪一份工作，全都是自己深思熟虑后做出的自由选择。但是如果你用深层纠缠的视角去重新透视这一切，你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却又无比真实的结论：你所以为的自由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仅仅是某种深层羁绊在现实世界中必然推导出的结果。在物理学的纠缠态中，2个粒子的状态是被死死锁定的，你绝对无法在不影响另一个粒子的情况下去单独改变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因为它们在底层逻辑上已经合并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好比一条无形却坚不可摧的因果链条，将它们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如果我们把这种现象放大到人类的生命轨迹中，你会发现它简直无处不在。我们常常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突然感到绝望，发现自己虽然换了不同的公司，交往了不同的伴侣，甚至搬到了不同的城市生活，但兜兜转转，却总是在不自觉地重复着同一种痛苦的生命模式。即使你曾在某个深夜咬牙切齿地拼尽全力发誓要去改变，也似乎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巨大引力，在关键时刻将你狠狠地拉回原点。让我给你举个极度写实的例子，一个从小在一个父母总是激烈争吵、充满控制欲的家庭模式中长大的人，他在童年时尝尽了这种压抑的痛苦。在成年后的意识层面，他会无数次地警告自己，我绝对不要重蹈父母的覆辙，我一定要找一个温柔包容的伴侣，这就是他以为的自由意志。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当他真正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时，他潜意识里的能量系统早已经和那种充满控制与冲突的特定模式发生了深度纠缠。于是他会在无意识中散发出一种特定的信号，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不断地在人群中精准筛选并吸引那些同样带有这种特质的人。甚至如果他的伴侣原本是个温和的人，他也会在日常的互动中通过各种无意识的挑衅和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试探，硬生生地把对方逼成一个控制狂。这就是一种深层次的因果纠缠。电影《全面启动》，也就是《盗梦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这种现象的绝佳比喻。在梦境里，做梦的人看似可以上天入地，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拥有绝对的自由。但实际上呢，他在梦中的一举一动，每一个选择全都死死受制于那个造梦者预先设定好的底层物理法则，以及他自己深藏在潜意识里的各种投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同样活在自己潜意识和过去经历所共同编织的一张巨大的因果之网上。我们在人生的分岔路口总觉得是自己在做选择，但实际上，如果你的内在没有被清理和觉察，你很可能只是在盲目地执行着一段段早已被写好、深植于你大脑深处的底层代码。你的每一个决定都受到了你个人的潜意识、你家族代代相传的集体无意识，甚至是你所处的社会信息场的纠缠与牵引。在看似自由自在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种我们用普通理性根本无法完全掌控的关联性，这或许就是因果法则最真实的体现。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一阵沮丧，觉得如果一切都是被纠缠和预设的，那我们岂不是成了命运的提线木偶？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自由意志从来都不体现在你可以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去挑选外在的事物，那是小孩子的任性。真正的具有颠覆性力量的自由意志，仅仅体现在一种能力上，那就是觉察的能力。当你通过长期的内观、冥想或是深度的自我反思，终于能够清晰地看见自己身上那些无形的因果链条时，当你能在脾气即将爆发的瞬间意识到这只是童年创伤的重演时，你就已经在因果的铁幕上撕开了一道裂缝，
就在你觉察到的那一个0点几秒的瞬间，你拥有了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继续顺从旧有模式的束缚，也可以选择深吸一口气，做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反应。觉察，且只有觉察才是人类通往真正精神自由的第一步。让我们继续向上攀登，进入第5个极具震撼力的维度——时空。在这个维度里，我们要打破关于时间的绝对公平论。人们常说，上帝对每个人最公平的地方就在于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但在真实的世界里，不同的人对时间的体验和利用效率简直有着天壤之别。有些人年纪轻轻就成就斐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个人财富，时间对他们而言仿佛总是充裕且充满弹性的。而另一些人，无论怎么挣扎，总是被时间无情地追赶，每天疲于奔命，却依然一无所获。这背后绝对不仅仅是什么时间管理技巧、番茄工作法这类表面工具的差异，其核心在于你的能量与专注力，深刻地决定了你生命中时间的质量与密度。回想一下你生命中那些难得的巅峰体验，当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件你极度热爱且充满挑战的事情中时，比如写下一段绝妙的代码，创作一幅画，或是进行一次深度的商业谈判，当你进入了那种被称为心流的高度专注状态时，你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时间仿佛突然消失了。当你终于回过神来，看了一眼手表，发现已经过去了整整5个小时，但在你的主观体验里，感觉仅仅只是过了几分钟。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几个小时里，你所产出的工作成果，可能是你平时处于涣散状态下一周的总和。在这种神圣的状态下，时间客观流逝的速度其实并没有改变，真正发生质变的是你主观的意识体验，以及你在这段时间内向现实世界倾注的能量密度。这有力地证明了，时间从来都不是一个冰冷、固定不变的容器。时间是一种可以被我们的意识状态、被我们的专注力所强烈调制的弹性维度。你再去观察那些在各自领域内取得卓越成就的顶尖高手，你会发现他们似乎总有一种神奇的直觉，总能比别人更早地嗅到时代的风向，抓住那些常人根本看不见的转瞬即逝的时机，仿佛冥冥之中一直有股无形的巨大力量在为他们推波助澜。大众往往把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结为运气好，但这世上哪有纯粹的运气？这其实是一种内在振动频率与外部机遇的高级校准。更前沿的物理学和哲学交叉观点认为，我们这个宇宙的底层本质就是能量，一切看得见的物质和看不见的思想，全都是不同频率的振动。所有可能发生的未来，所有的机遇、财富、灾难，其实都以潜在的概率云形式，同时存在于一个宏大无边的信息场之中。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正是透过自身当下的能量状态和意识的绝对焦点，在无形中决定着自己下一秒会校准到哪一条充满可能性的时间线上去。当你在面对一个棘手的创业困境或生活危机时，如果你能保持极度清醒，带着一种高频的、积极的、寻求破局的能量去直面它，你的个人能量场就在这一刻与成功解决问题这个概率的可能性发生了强烈的共振与纠缠。你的大脑会自动帮你过滤掉那些无用的抱怨，直接将能够解决问题的人脉、灵感和资源推送到你的眼前，让你顺理成章地进入那条最佳结果的时间线。相反，如果你在挑战面前被恐惧、怀疑、嫉妒和焦虑这些低频的负面能量所吞噬，你每天都在脑海里预演最坏的结局，那么你就是在主动向宇宙发出请求，吸引着那些灾难性的结果加速向你靠拢。因此，请永远记住，我们内在的能量状态和意识的专注焦点，不仅深刻地决定着我们当下对时间的真实体验，更决定了我们能在未来的时空里吸引到怎样的时机与可能性。量子层面的纠缠毫不留情地告诉我们，万物相连，你自身的高频能量与极度清晰的专注力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它能为你精准地打开那些隐藏在时空深处专属于你的机遇之门。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最核心，
也最容易让人产生认知颠覆的第6个维度——自我。从小到大，我们所接受的整个现代社会教育体系都在不断地向我们灌输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绝对独立的个体。我们拥有这副独立的皮囊，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私人思想，感受着不与人相通的情感悲欢。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就是我，世界是世界，他人是他人。但是在极度深邃的哲学思辨和宇宙底层法则面前，这份坚不可摧的独立感，很可能仅仅是大脑为了让我们在这个充满危险的3维物理世界中生存下去，而精巧地建构出来的最大幻觉。真实的状况是，你与身边的他人，与你所处的环境，与万事万物乃至整个浩瀚宇宙的纠缠程度，远远超出了你最疯狂的想象。在东方最为深奥的哲学思想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关于无我的终极智慧。很多人对这个词有着极大的误解，以为无我就是否定肉身的存在，或者是让人变得麻木不仁。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这种智慧强调的核心在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事物，任何一个个体是可以完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而绝对独立存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万物的供养而独活。我们是这个庞大、复杂、生生不息的宇宙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如同一个巨大无边的互联网中那些闪烁着微光却又紧密相连的节点。这种宏大的哲学世界观竟然与最前沿的量子纠缠理念达到了惊人的不谋而合。在物理学中，2个微观粒子一旦发生了纠缠，物理学家就再也无法将它们视为2个孤立的独立的个体来处理了。因为在数学模型和物理现实中，它们已经融合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的不同面向。这同样适用于我们人类。我们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与他人、与环境、与这个时代处于一种深刻的纠缠状态之中。其实你只要在生活中稍加留意，就能发现这种纠缠的痕迹。比如人世间最典型的至亲之间那种完全无法用科学常理解释的情感连结。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在她的孩子遭遇重大车祸或生命危险的那个瞬间，她极有可能会突然感到一阵毫无由来的剧烈的心慌、胸闷，甚至无法呼吸。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这是一种在情感和意识最深层面的量子纠缠。因为在基因和情感的底层逻辑里，母亲和孩子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连接直接超越了3维空间的物理距离。在心理学史上，荣格曾提出过一个极具震撼力的理论，叫做集体潜意识。他认为，在我们每个人看似私密独立的个人潜意识的更深处，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更为庞大的、由全人类共同共享的记忆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里储存着人类祖先自古以来的共同经验、恐惧、图腾与原型。这就深刻地暗示着，在一个隐秘的源头层面上，我们从来都不是被抛弃在宇宙角落里的孤立个体。我们与整个人类族群，甚至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存在着无法割裂的深层纠缠。我们人类最宝贵的品质之一，共情能力，其实正是这种宇宙底层纠缠法则在心理学上的直接体现。为什么当你在街头看到一个陌生人遭遇不幸，看到一个无助的孤儿流下眼泪时，即使这件事与你个人的利益毫不相干，你的内心依然会感到一阵真实的刺痛？我们之所以能够跨越身体的界限，去真切地感受他人的痛苦，去理解他人的绝望处境，正是因为在最深的能量维度上，我们与那个受苦的他人之间存在着无形的连接。共情就是我们能够短暂地关闭那个叫做自我的防火墙，超越个体的狭隘界限，去直接体验宇宙另一部分的感受。这就解释了一个重要的道德哲学问题：当你出于恶念去伤害别人时，你以为你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因为你们在底层是纠缠在一起的，你施加出去的伤害能量，最终必然会通过这张无形的网络反弹并反噬到你自己的生命状态中。
因此，请深刻地认识到，你的存在从来都不是孤立无援的，你就是宇宙万物共同构成的这个巨大而精密的纠缠网络本身。你的每一个念头，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善意或恶意的行动，都在与宇宙的其他部分发生着微妙却又绝对真实的互动与纠缠。当我们深入地理解了感知、认知、存在、因果、时空、自我这6个足以重塑世界观的维度后，你一定会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你会猛然发现，这个世界上真正可怕的东西，从来都不是那些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深层纠缠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些主宰着万物运行的深刻法则的极度无知，以及我们在潜意识里的拼命抗拒。如果你对这些法则一无所知，你的人生就只能像大海上的一叶浮萍，被时代的洪流，被潜意识的黑暗力量被动的牵引和抛打，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而当你今天终于开始理解它们，敬畏它们，并且试图去运用它们时，你就握住了一把能够扭转乾坤的钥匙。你将从一个只能被动承受命运暴击的经历者彻底觉醒，转变为一个能够主动调频、主动选择时间线的主动创造者。为了让你能够真正的把今天吸收的认知转化为现实中肉眼可见的结果，我绝对不会只给你灌输理论。在最后，我将郑重地向你分享一个我经过长期实践验证的思维工具，我把它称为量子意图重构法。这个方法并不神秘，它是将量子物理学中震撼人心的观察者效应与现代认知行为科学中的认知重构原理进行了深度的结合。只要你严格执行，它就能让你主动的、有意识的去改变那条看似命中注定的人生轨迹。这个方法精炼主要包含2个不可分割的核心部分，第一部分是意图的高频设定，第二部分是能量的物理锚定。我们先看第一步，如何清晰地设定你的量子意图。绝大多数人所谓的梦想，在宇宙的信息场里不过是一堆模糊不清、毫无能量的杂音。设定意图，就是要将你大脑里那些模糊的愿望，转化为具备极高穿透力和能量频率的指令。一个真正有效的清晰意图必须且只能包含3个严苛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极度的具体化，你的意图必须像外科手术刀一样清晰明确，绝对不能有任何模棱两可的成分。举个例子，很多人每天都在喊我想变有钱，我想拥有财富自由。这句话在能量层面等于废话，因为它太宽泛了，没有任何焦点。你必须把它转化为一种精准的描述，比如我将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每月透过为特定人群提供某项具体的咨询服务，稳定赚取1万元的净利润。只有当你给出了具体的数字、具体的路径和具体的时间期限，你的意识才能像激光一样聚焦。第二个要素是生动的可视化，你必须在自己的内在视野中逼真地看见那个目标已经实现的画面。不要去想你要怎么艰难地去实现它，而是直接把思维跳跃到终点。你每天要花时间闭上眼睛，去想象你已经达成了那个目标，去清晰地看到那笔钱静静地躺在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去想象你拿着这笔钱走进了哪一家餐厅，点了一份什么样的牛排，去想象你将如何自信地使用这笔资源去拓展你的事业。你构建的这些视觉细节越是丰富，越是逼真，你意图的能量就越强，你与那个目标状态的纠缠就越深。第3个要素，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情感化。宇宙听不懂人类复杂的语言，它只对真实的振动频率产生共振。你必须在当下提前去感受那个目标达成后的真实情绪。如果你赚到了那1万元，你内心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是如释重负的轻松？是彻底掌控生活的安全感？还是证明了自己的巨大喜悦？你必须在脑海中调动出这些真实的情感，让这种情感充满你的全身。情感是人类所能发出的最强大的能量放大器，当清晰的画面配上强烈的情感，就能极大程度地增强你意图的振动频率，让它在信息场中引发巨大的回声。但是只有意图是远远不够的，在3维物理世界中，任何高频的意念
都必须且只能透过物质世界的行动来进行显化。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步，透过积极且连贯的行动来彻底锚定这股能量。如果说意图是画图纸，那么行动就是搬砖块。这一步同样包含3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第一要素是无情的拆解目标，你要把那个宏大的、令人兴奋的目标，像庖丁解牛一样，一层层分解成你在当下这一刻立刻就可以着手去执行的微小步骤。不要被大目标吓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比如，为了实现每月1万元的利润，你今天需要做的第一步可能微小，仅仅是花半个小时去网上搜索并研究一个潜在的新客户的资料，或者是写下一段用来推销自己服务的50字的文案，把目标拆解到你无法拒绝去做的程度。第二要素，立即开始拒绝等待。这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最关键的一点。人类大脑有一种极具欺骗性的自我保护机制，叫做等待完美时机。等我准备好了，等我学完这门课，等下个月1号我再开始。这些全都是谎言，永远没有完美的时机。你必须从最小的那个行动立刻开始，就在今天，就在你看完这段影片的当下。请记住物理法则，行动是将你脑海中的意图从模糊的量子态瞬间坍缩为可见的现实态的唯一途径。只要你迈出了第一步，哪怕这一步笨拙，你也已经打破了旧有的因果链条，开启了新的能量循环。第三要素，建立持续的反馈循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一次性就把事情做对，你必须像一个冷酷的科学家一样，定期去检查自己的行动进展。你要客观地分析那些已经产生的结果，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在这个过程中，收起你脆弱的自尊心，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全盘否定自己。你要根据现实世界给你的真实反馈，不断地去微调，去优化你的策略与行动。这就是一个不断向目标逼近的纠缠过程。请你在内心深处永远记住，无论你过去的经历有多么不堪，无论你当下的处境有多么艰难，你的内在始终蕴藏着足以改变这一切的巨大潜力。当你今天听到这里，当你开始产生觉察，开始在生活的每一个微小瞬间做出有意识的基于高频能量的选择时，你就在一步一步的坚决地解开那些捆绑了你多年的旧有束缚。同时，你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去编织一张全新的、完全服务于你最高生命意图的纠缠之网。你从来都不是命运的囚徒，你也永远不该是随波逐流的受害者。你就是那个手握画笔，站在空白画布前的伟大创造者。你完全有能力，也有资格去创造出你内心真正想要的那种极致的人生。现在，这把能够开启无限力量的钥匙已经毫无保留地交到了你的手中。愿你从此刻起能够拨开迷雾，以一双清明锐利的双眼洞察世间万物运行的实相。愿你带着一颗无畏坚定的内心，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做出最符合你最高利益的选择。深深地祝福你，愿你在完全属于自己的那个宇宙中扫除一切阴霾，光芒万丈。